随着人工智慧技术的惊人进步，生成式人工智慧引起了前所未有的热潮。不论是聊天机器人，还是与人工智慧相关的图像和语音生成网站，都出现了许多优异的平台，相竞争荣。Midjourney 是最早享有盛名的人工智慧绘图网站之一，但自2023年4月起， Midjourney 全面收费后，有一大部分创作者开始寻找替代的生成工具。另一个有名的 Stable Diffusion 是2022年发布的深度学习文字到图像生成模型。它主要用于根据文字的描述产生详细图像，也可以应用于图像绘制，以及产生图生图的转变。它是一种潜在扩散模型，由慕尼黑大学的 Compass 研究团体所开发。由于效果极佳，这种采用开源技术而且提供免费体验的生成式 AI 绘图平台，就逐渐在这个舞台上绽放它的光芒。今天要介绍的 Leonardo、Playground 和 Tensor 是3个专业及透过云端使用的人工智慧绘图网站。它们的操作界面非常简单，而且生图的时间相对而言很快速，但对中文的支持还有待提高。这3个顶级网站可以让您使用人工智慧学习演算法来制作图像或影片。只需使用提示词和简单的设置参数，您就可以绘制出充满创意的作品。在分享这些网站之前，请确保您拥有一个 Google 或 Apple 账号，以及一个中英翻译软件。这样您就可以开始您的绘图之旅了。这3个免费的网站各具特色，您可以尽情的绘画，直到手抽筋为止。Leonardo AI。 首次使用 Leonardo 时，请使用您的 Google 账号进行注册。成功登入后，接着简单介绍一下这个平台的操作界面。如果您对左侧工具列的功能不太了解，可以将网页翻译成中文，这样您就会更清楚。Leonardo 为每个免费使用者提供每天150点数用于生成图片。除了生成图片的主要功能外，它还提供了社区作品动态、个人动态、自己训练模型以及套用系统或社区成员训练好的模型等选项。User Tool 是 Leonardo 提供的绘图及编辑工具。我们将聚焦介绍文字生图的部分。您可以从学习其他创作者的作品开始，或者直接输入提示词从绘图板生成图像。我们以前者示范，选择 Top 置顶的排列，点选一张您喜欢的风格，找到 Copy Prompt 的图示复制提示词后，点选 Generate， 进入绘图生成视窗。在左侧的工具栏中，您可以设定生成的张数。免费版在许多功能上有所限制，如果出现警告标示，只需调整指令到说明建议的模式就可以解决。Guidance Scale 预设为7。这项设定的数值越高，生成的图像越会依照着指令生成。免费版不能超过10，不过7的生成效果已经相当不错。在主编辑视窗中，最上方是输入提示词的位置。您可以将刚刚复制的提示词贴上，右侧会显示这张图会消耗的点数。由于我们是学习其他创作者的作品，所以其他选项不需要更动，点选 Generate 就可以生成一张风格相似的图片。将游标移到生成的图片上，会出现图片编辑功能。您可以使用下载、扩展、移除背景、编辑及删除等功能。生成的图片会出现在 Generation History 中。上传图片或以现有绘制的照片以图生图就是 Image Guidance。置换图片需要将原来上传的图片删除，才可以再上传其他图片。如果要从已生成的图片去生图，只需点选 Show More 就可以上传新的参考图片。而 Prompt Generation 顾名思义，就是提示词的生成器。只要输入想法，AI 就会自动帮您生成提示词。
您可以让系统自动产生2、4、6、8条提示词，选择您最喜欢的提示词，来生成您想要的图片。如果要自己输入提示词，您可以透过 Google 等翻译软体，将您的提示词转为英文之后，再贴到提示词的文字框内，就可以完成提示词的输入。以上就是 Leonardo AI 的文字生图功能介绍。2. Playground AI。Playground AI 是另一个基于 Stable Diffusion 模型的图像创建平台，同样可以使用 Google 账号登入。当您选择一张想要学习创作的图片后，点选进入，主画面会呈现出这张图像的提示词 prompt 及相关属性。如果对提示词的意思不是很清楚，可以透过复制贴到 Google 翻译。Remove from image 指的是图像中不要出现的部分，而 C 则是图像的正号。在这张图像的底下， Playground AI 会呈现许多相似风格的画作，您也可以参考这些图像来生成相似的图像。确认好引用的创作者的图像后，点选 Remix， 基本上除了 Remove from image 的部分，其他的设定都会再次引用到新的编辑画面。如果担心图片生成的畸形效果，您可以在 Exclude from Image 选择 Custom， 这样就会出现一个预设的防错图功能版本。另外，如果不想与参考的图片过于相似引用的图片，您也可以调整右侧的 Prompt Guidance 或 Quality 等项目的比重来调整图片的生成，或者将参考的种子码移除，来随机生成同一风格的图像。如果生成的效果不错，接下来可以选择较多的生成张数。免费版一次最多生成4张，当然生成张数越多，消耗的点数也越高。值得一提的是， Playground AI 每天提供500张的图像生成，应该是绰绰有余了。按下 Generate 键，稍待一下，这张图像就会依照您的指令创建出来。在左侧工具栏中，滑动卷轴找到 Image to Image， 点选加号可以上传你自己设备上的图片。接着按下 Generate 键，第二个方法是移动你的滑鼠到已经生成的图片左上方，点选 Create 图示，就能以图再生图。往右第二个图示是档案下载，第三个则是开启图像编辑器，而图片的右上角的 Action 可以呈现这张图片的更多功能。右下角的垃圾桶则是可以删除这张图像。Control Traits 的操作也是一样，上传一张姿势的图像之后，调整一下图片影响的强度，之后也能生成相同姿势的图像。Playground AI 的图片编辑功能还提供了扩展图像以及添加或置换物件2种 AI 工具，你也可以试一试这个有趣的功能。3. Tensor.art。Tensor.art 也是一款非常实用的线上绘图平台，每天提供100点的点数供绘图使用，使用 Google 账号即可登入操作。相较于 Leonardo AI 和 Playground AI， Tensor.art 对中文的支持度更好，网站的语言有支援中文、简体，在输入中文单字时，它也会自动呈现相关的英文词汇，非常方便。同样的，我们可以从学习其他创作者的作品来介绍 Tensor.art 的图像生成功能。点选帖子，可以看到其他创作者的作品，点选开启一张图片之后，同样可以出现相关的帖子、图像。确认引用的图像后，选择做同款按钮，进入编辑画面之后，从左上角可以看到纹身图、图生图、纹身动图3个主功能。往下看到 Laura 风格，可以将它视为经过调教后可以套用的图片风格或模型，而 ControlNet 的主要功能是调整图片中的人物姿势或转换架构及线条等风格，然后生成新的图片。在提示词及反向提示词方面，如果是制作同款图片， Tensor 会自己复制过来，不需要自己再贴上提示词。特别要提到的是采样算法
Tensor.R 的免费版可以选择 DPM++2M Keras 以获得较佳的生成效果，而 C 种子码则可以当成是每一张图像的正号，将种子码贴上会产生与原图更相似的图片，如果留空则是随机产生新的图片。在 Tensor.R 中还提供了对图片的细致调校功能，包括图生图、图片放大及修复、细部的描绘，例如加上痣或雀斑、局部重绘、置换或者加上物件等等，这些功能都能让你更精确地调整图片，有兴趣的朋友也可以亲自体验一下。此外 Tensor.R 还提供了纹身动图 GIF 的功能，虽然只有短短的几秒钟，但已经展现了 AI 绘图平台的演算进步。你可以选择动态的模型，如 TQ-Better-Real 动态模型，并试着添加一些 LoRa 风格，例如 Shore V2， 然后输入英文提示词，设定完成之后，选择在线生成，就可以创建出你的动态 GIF 图片了。以上就是3个网站及绘图网站的介绍，累积起来有相当可观的绘制图像额度，绝对够让你画图画到手抽筋。我将提供这些网站的连结于影片下方的说明栏，现在就点选连结登入网站，用 AI 绘画你的创意吧。